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超现实的话题。如果我做错事，反而让神更显伟大，那我是不是该多犯一点？听起来很荒谬，对不对？但你信不信，古代有人真的这样想，还大声跟保罗理论。保罗在罗马书3章1节就丢出一个问题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哇，这就像今天有人问基督徒有什么特权吗？有洗礼就有天堂快速通关吗？保罗的回答很有层次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意思是神先把他的话交给犹太人，让他们成为真理的首发团队，这地位很高啊，就像游戏封测资格，别人还在排队，你已经先进场了。保罗接着问，若有不信的，怎么样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有些人会想，如果神选了犹太人，他们却不信，那神的计划不就失败了吗？保罗直接斩钉截铁地说，断乎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意思是神的真实不会因你的怀疑而打折，就算你全世界都投反对票，他的真理还是全票通过。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？明明规则是真的，他却说我不信啊。比如地心引力，你不信他还是会让你的手机摔裂。然后保罗就戳破当时一个奇怪的逻辑，如果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，那神还审判我们吗？法官大人，我虽然抢了银行，但也让大家看见警察有多尽职啊！荒谬吧？可是有人真这样对神说，我的罪其实让你更荣耀耶。保罗更扯的例子，如果神因我的谎言更显他的真实，那我为什么还被定罪呢？这就像小孩打翻牛奶，还说妈妈，这是为了让你展现你多有耐心啊。有些人甚至恶意曲解保罗的福音，说既然恩典那么大，我们就多犯罪，好让神更多施恩吧。保罗说，这种人该受的刑罚是应当的。换句话说，这逻辑不只是歪，是直接断线。保罗要强调的重点是，神的真实和义不会因为人的虚晃而失效，但是我们的错不能变成犯罪的借口。恩典不是鼓励你随便活，而是给你力量，活得不一样。罗马书3章1到8节提醒我们，神的真理是稳固的，不会因人的怀疑而改变，罪不会变成义的捷径，错误不会自动转成功德。恩典不是犯罪的保险，而是改变生命的引擎。